小女孩抚摸着自己隆起的小肚子，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前方的电视机。屏幕上选美大赛夺冠的画面，让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向往。她一遍又一遍地模仿着冠军的笑容和动作，好像下一秒她也能戴上皇冠受万众瞩目一样。然而，这凸起的小肚子和厚厚的近视镜，仿佛都在告诉奥利弗，她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梦想。更何况，她的家人几乎没一个正常。父亲是一个不成功的成功学讲师，他坚信世界上只有2种人：成功者和失败者。他每天都在讲台上对自己的9不成功法侃侃而谈。然而，下面的观众每次都是寥寥无几。人到中年，不仅没有成功，反而正在遭受中年危机。舅舅因为自己的学生男友跟情敌跑了，他不小心搞砸了工作，被学校开除了。本是大学教授的他想不通，选择了自杀。虽然没有成功，但他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创伤。奥利弗的母亲打算接他到家里休养几天。I'm so glad you're still here. That makes fun of us. 因为医生交代不能让他接触到茶等危险品，身边最好还要有人24小时安静的陪伴。母亲就给他安排到了哥哥的房间。哥哥为了能考上飞行员而发了雅誓，如果考不上就不说话。现在他已经连续9个月都没说一个字了。墙上挂着偶像尼采的图像，每天在房间内进行全方位身体的锻炼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考上飞行员。舅舅很好奇，你这不说话，平时有没有玩伴？哥哥在纸条上写下我恨所有人。舅舅纳闷地问，那家里人呢？哥哥只好再次给他强调，所有人。爷爷是最不让人省心的一个人，虽然年事已高，他不但热衷于做运动，不知什么时候还染上了毒瘾，结果被养老院赶出了门。无处可去的他只好又回到了这个家，看到任何不满就是当众破口大骂，搞得一家人谁都插不上一句话。一家人好不容易能安静吃上一顿饭，即便这样，爷爷却非常支持奥利弗的梦想，还亲自担任了他的舞蹈教练，就是不知道他教的东西正经不正经。每当家人想要看一看奥利弗准备的表演，他总会说这一切爷爷说了算，而爷爷则总会说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的排练。母亲还算是一个正常一点的人，不过也早已被奇葩的一家人搞得精疲力尽。这天，奥利弗收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，他已经通过了阳光小美女的比赛初选。奥利弗激动地当场大叫了起来，他激动地大声尖叫着在房间里到处乱窜，把东西装进行囊就准备去奔赴梦想。父亲看到他兴奋的样子却犯了难，因为参赛地点离家里有1000多公里。母亲认为女儿的梦想不该被磨灭，可昂贵的机票是他们所负担不起的。父亲绝不会在一件可能失败的事情上付出大半的积蓄。夫妻2人因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直到奥利弗从房间走出来，他们才算停了下来。他们都想保留住奥利弗心中的美好，都不想让女儿看到家庭支离破碎的一面。爷爷建议可以开车过去，那么接下来就是决定让谁跟着一起去。奥利弗的表演动作全都是爷爷教的，他身为教练必须亲自到场指导。有着自杀风险的舅舅不能独自在家，父亲想让哥哥在家陪着，可想法一提出，马上就遭到了反驳。一个每天想着自杀，一个不肯开口说话，他们2个人在一起风险实在是太大，并且哥哥说什么都不愿意离开家。在母亲承诺允许他报名飞行学院的情况下，他才答应了下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全家人都要一起出发了。临行前，父亲把奥利弗叫到身边，开始用自己的成功学理论对他发出疑问：如果你觉得自己不会赢得比赛，那参加比赛就没有什么意义。你觉得你能赢得阳光小美女的冠军吗？奥利弗看了看家人，然后肯定地回答 Yes. We're going to California. 次日，他们便开上家中唯一的破巴士出发了。奥利弗戴着耳机复习着即将表演的音乐，以前似乎触不可及的梦想，如今离自己也只有一步之遥。然而这趟旅程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愉快。爷爷一上车就开始不停地爆粗口，抱怨这破小的巴士害得他腰酸背痛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向哥哥传授他的人生价值观，一定要多和一些女孩子做运动，只有接触的足够多，你才能发现最好的。这个事情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做。关于毒品，年轻人一定不要碰。对于我这种将死之人，只是为了体验生命，父亲让他最好闭嘴，因为车上还有奥利弗和哥哥2个未成年。然而爷爷却依然我行我素，不停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。2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感觉不对劲的奥利弗摘下耳机问他们在吵什么，爷爷则干脆利落地回答政治。对此不感兴趣的奥利弗只好又戴上了耳机。爷爷虽然有些老不正经，但对于保护孙女幼小的心灵却是认真的。中途休息的时候，因为身上的钱有限，只好规定每人每餐不能超过4美元。看着琳琅满目的菜品，奥利弗最终也只能无奈地点了一份冰淇淋。可父亲却在此时给他泼起了冷水。冰淇淋中含有大量的脂肪，它只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胖。如果想要保持和选美小姐一样的好身材，就必须远离这些高脂肪的食物。听完父亲的话，奥利弗陷入了纠结，一面是自己的梦想，一面是自己最喜欢的食物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。母亲则认为小小的年纪不应该承受这么多，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爷爷看出了奥利弗的心思，
他拿起勺子挖起冰淇淋就吃了起来，舅舅和哥哥也紧跟着加入其中。眼看碗里的冰淇淋越来越少，奥利弗上前快速抱住并享受了起来。再次出发的时候，车子却突然出现了问题，不管如何用力都挂不上档。一时心急的父亲竟然直接将档杆掰了下来。维修店的老板检查后发现，店里并没有适合这种老古董的配件，如果订购的话，最快也需要4天，可后天就是奥利弗比赛的日子，等配件的话，时间上根本来不及了。看到他们整整齐齐的一大家人，老板又给他们提出了一个下策，虽然车子的1档和2档挂不上，但是3档以上还是可以的，你们只需要把车子推到3档的速度就可以启动了。接着公路上便出现了滑稽的一幕，年龄最大的爷爷在门口，其他人在车后，车子一旦跑起来，爷爷第一个跳上车，接着是年龄最小的奥利弗，然后是体力欠佳的母亲，再然后是体力还不错的舅舅，最后一个是经常锻炼的哥哥。在一家人的齐心协力下，他们再次开心地出发了。小小的事故却让一家人的氛围缓和了许多。心情大好的父亲又讲起了自己的成功学理论，如果这次的书能够大卖，到时候绝对能够发一笔大财。大家本来就不喜欢他的理论，这让本就心情郁闷的舅舅把他一顿嘲讽。相互看不对眼的两人立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如果不是母亲从中阻拦，免不了又是一场世纪大战。就在两人唇枪舌战正激烈的时候，父亲收到了出版社打来的电话，由于高速上信号不太好，他只好到服务区给出版社回电。本以为会就此飞黄腾达，没想到是因为用户反响太差取消了合作，这样一来之前投入的全部积蓄都打了水漂，现在的他离破产也不远了。奥利弗趁着休息的功夫去练习舞蹈，哥哥趁着停车的功夫也不忘锻炼下身体。闲着无聊的爷爷让舅舅去帮忙买点东西，一定要足够火辣足够性感，不要那种带马赛克的。舅舅找不到拒绝的理由，只好带着钱走进了便利店。就在他挑选完杂志要付款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，此人正是当初让他魂牵梦绕差点自杀的人。舅舅赶忙遮遮掩掩地跟男生打招呼，尽管他努力遮掩，还是被细心的男生发现了。男生表现得一脸的疑问，真不知道你啥时候开始的喜欢女人，然后便转身离开了便利店。看着自己的爱人和情敌扬长而去，让本就心情郁闷的舅舅彻底跌落到了谷底。他气愤地回到车上，将杂志甩给爷爷，后边一言不发。另一边，母亲得知书籍出版计划泡汤，又开始对父亲一通抱怨。本就压抑的父亲在此刻彻底爆发，二人在大吵一架后又各自回到了车上。毕竟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送奥利弗去参加比赛，车上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，车内的氛围一时间压抑到了极点。此时不愿说话的哥哥突然写了一句话 Where's Olive？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奥利弗还没上车。另一边，奥利弗正在便利店外东张西望地等着。看到接他的车子回来，奥利弗笑了出来，因为车子一旦停下来就很难再启动，也只能当车子经过奥利弗的时候让他跑起来。只见他快速迈着超过每秒80迈的速度迅速追赶，随后被舅舅拉住胳膊一把拽上了车。虽然沿途的风景美不胜收，但全车人都各怀心事，沉默不语。爷爷知道父亲出书的事情泡汤了，于是悄悄地挪到了前排的位置。他第一次说出了对父亲肯定的话，你敢放手去做你的事业，就已经比大多数人强太多了。你肯冒险，有种我为你骄傲。他将自己温暖的手掌搭在父亲的肩膀上，不论二人平时吵得有多凶，关键时刻爷爷还是舍不得自己的儿子受苦，而这份亲情此时也成了父亲心里最大的慰藉。他们朝着晚霞的方向继续前进。当晚他们来到了一家汽车旅馆，为了能够继续排练节目，奥利弗跟爷爷一个房间，为了能照顾自杀的舅舅，哥哥跟舅舅一个房间。刚进入房间的夫妻二人又因为出书的事情大吵了起来，争吵的声音透过墙壁传到了每个房间。哥哥躺在床上听着这些失败者无力的叫喊，脸上竟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。此时的父亲仍然心有不甘，正好今晚出版社的负责人就在附近，他打算亲自过去当面谈一谈。然而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怎么都推不动汽车，此时的车子就像是他那糟糕的事业一样，无论如何努力都是止步不前。无奈的他只能向旅馆的青年租了一辆摩托车，然后顶着夜色风驰电掣地出发了。连续奔波了几十公里，终于来到负责人所在酒店，打去电话，对方直接以太忙为借口挂了。可当他转头发现，负责人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喝着红酒畅聊人生。父亲把他拉到泳池边询问原因，你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讲师，既没有身份也没有地位，你写的书我们一本都卖不出。听到负责人的答案，父亲顿时心灰意冷，只能再次骑上摩托车连夜赶回了旅馆。另一边，爷爷正在教奥利弗明天表演的动作，这夸张的动作也不知道要表演的是什么。就在要睡觉的时候，奥利弗突然问爷爷，我能行吗？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既没有漂亮的脸蛋，也没有苗条的身材，然而爷爷却告诉他，在我的心中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。听到这，奥利弗突然哭了出来，我不想成为一个失败者，因为我的爸爸最讨厌失败者。爷爷听后一脸的震惊，他郑重其事地告诉奥利弗，真正的失败者是那些因为害怕失败连试都不敢试的人，而你敢于迈出尝试的脚步已经算是成功了。
听到这，奥利弗终于破涕为笑，安心的入睡了。没想到这却成了祖孙两人的最后一面。次日起床后，发现爷爷已经叫不醒了。医生检查后判断应该是吸食过量导致的死亡。很快，办理后事的工作人员到场，他先给父亲一大堆要填的表格，让他填好之后再去把爷爷的遗体火化了。如果留在这里处理后事，就肯定赶不上这天下午的比赛了。父亲想先去参加比赛，等回头再处理遗体，然而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反对。母亲问奥利弗能不能明年再来参赛。父亲听到这里直接站不住了，一大家子人已经开车行驶了1000多公里，如果此时放弃，那才是彻彻底底的失败者。而且爷爷生前最大的愿望不就是看奥利弗比赛吗？所以这个比赛必须去参加。接着他的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带上尸体一起前去。几人顿时感觉父亲这肯定是疯了。要知道不经过允许运送尸体可是违法的，然而事到如今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。为了奥利弗的梦想，他们决定拼了。奥利弗站在帘子外负责放哨，父母两人在房间把爷爷打包，哥哥舅舅两人跑到窗户的外面接应。就这样，在一家人里应外合的配合下，爷爷被成功装到了车子的后备箱。一家人在此一个不少的踏上了旅程。都说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人。车子还没有上路多远，喇叭就出现了故障，在路上一直滴滴滴的叫个不停。这异常的现象很快便引起了交警的注意。交警示意父亲靠边停车接受检查。父亲紧张的模样引起了交警的怀疑。他顺着父亲的视线打开了后备箱，一家人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好在事情并没有朝预想的方向发展。好色的交警被爷爷的性感杂志所吸引，完全忽略了那么大个的爷爷的尸体。他觉得父亲和他应该是同道中人，拿上爷爷的几本杂志便满意的离开了。这也算是爷爷对他们在天之灵的保佑吧。继续出发的路上，车上闲着无聊的奥利弗给哥哥做视力测试，这时才意外的发现哥哥竟是个色盲。因为色盲是不能做飞行员的，这对于哥哥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，这就意味着他白白浪费了9个月的努力。他气愤地在车上不断地用脚踹车玻璃，小脸憋得通红，愤怒地敲打着座椅。见此情形，父亲只好赶忙靠边停车。冲下车的哥哥终于喊出了9个月来第一句话。他坐在草地上伤心的痛哭流涕，母亲想要上前安慰，却遭到了他的白眼。他指着面前的一群失败者口吐芬芳，将自己的不满全都发泄在了家人身上。奥利弗实在不忍看到哥哥如此痛苦，他悄悄地来到哥哥身后，主动抱住了他的臂膀。此时此刻，这样一个温暖的拥抱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。虽然自己的梦想破灭了，可妹妹的梦想还等待着大家去共同完成。他不想家里最后的希望也成为一个失败者。想到这些，哥哥站起身，跟随着奥利弗一起回到了车上。眼看报名地点近在咫尺，可父亲却因为紧张一个加速错过了路口。此时距离报名截止只剩下2分钟，如果选择绕回去，他们至少需要10分钟的时间。没办法，父亲只能撞坏栏杆，强行闯进旁边的停车场，紧接着又撞断了隔离链条，抄近路成功到达目的地。舅舅一把推掉了车门，然后直奔报名现场。虽然一家人一路狂奔，但最后还是迟到了4分钟。负责报名的人说什么都不愿给他们登记，就算父亲当众跪下来求他都无济于事，这让另一名工作人员看不下去了。他表示愿意花几分钟帮奥利弗做报名登记。最终在男人的帮助下，他们报名成功。妈妈带奥利弗去后台化妆准备，爸爸找到殡仪馆的人安顿了爷爷的遗体。哥哥和舅舅2个人来到海边闲聊。哥哥说自己好想一觉睡到18岁，这样就不用度过痛苦的高中。但舅舅却告诉他，痛苦的日子才会被记住。如果你一觉睡到18岁，你将会错过你的高中。高中可是人生大好的痛苦时光，你再也找不到比那更难受的日子了。这一番话让哥哥彻底醒悟，好像生活确实就该如此。去他猫的高中、大学、结婚生子，去他猫的狗屁飞行学院。如果我想飞的话，我一定可以飞的。我们只需要做想做的事情即可。海风徐徐吹过，吹散了少年的梦。用爷爷的话说，只要勇于尝试了就是成功。奥利弗的舞台就要开始了，他需要家人们的力量。可是来到赛前展示环节就看出了不对，那些孩子个个都是夸张的妆容，打扮的成熟妖艳，有着成人般的审美，假笑站姿全都显得十分可疑，这让挺着小肚子的奥利弗处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。父亲在台下眉头紧皱，孩子的选美舞台好像不应该这样。一时间，父亲、哥哥、舅舅全都来到化妆间，他们不想让奥利弗接受不好的评价，不想让他成为别人口中的笑柄。可这毕竟是奥利弗的比赛，妈妈还是选择征求他的意见，是否愿意继续参加比赛。如果不去，家人一样会以你为荣。奥利弗没有说话，而是坚定地摘掉了眼镜，戴上了帽子，然后跟随着工作人员走向了舞台。一家人没再劝阻，全都奔向了会场。他们能做的只有不断地鼓励奥利弗。舞台上，奥利弗说这场表演是送给最爱的爷爷的。主持人问：“你的爷爷现在在哪？”奥利弗淡定地回答：“在我们车子的后备箱。”大家都以为是个冷笑话，便没继续追问。等音乐响起，奥利弗便开始了爷爷教他的表演。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爷爷教他的竟是最豪放的脱衣舞。奥利弗兴奋地在台上舞动，
观众们都觉得不堪入目，挨个离场。台下逐渐传来了质疑声和嘲笑声。台上的奥利弗并不明白什么是下流，在他幼小纯真的世界里，只有送给爷爷的礼物。所有人都对他嗤之以鼻时，家人们全都逆流而上，站了起来，给奥利弗最好的鼓励。裁判立马让安保人员阻止奥利弗的表演，家人们没有坐视不管，全都冲上了舞台。他们一拥而上，将主持人和保安拦住，并让女儿继续跳下去。眼见奥利弗显得有些尴尬，父亲就慢慢地走到了舞台中央，伴随着欢快的音乐，把自己的身体摇晃了起来，最后跟着他的女儿开始共同起舞。紧接着，舅舅也跑上了舞台，加入了这场狂欢。哥哥一个跨步也跳上了舞台，然后是母亲。此时他们一家人密不可分，一家人尽情地在舞台上跳动。他们甩掉了一路上各种压抑的情绪，也甩掉了世俗对自己的偏见。即使是在失败的人生，他们也能依旧非常的快乐。他们都滑稽不堪，但却都温情满满。这才是家，这才是独属于自己的生活。表演结束后，一家人都被带到了警局。警察给出了最终处罚是，只要奥利弗永远不再参加加州的任何选美比赛，你们就可以无罪释放。舅舅说，我觉得这条件可以接受，那就让这类的比赛都滚得远远的吧，因为我们是否漂亮本就不需要任何人来指手画脚。修好货车门，盖好后备箱，一家人准备踏上归途。爸爸最后没有成功，哥哥没能成为飞行员，爷爷最后没有复活，叔叔没有跟恋人复合，奥利弗也没拿到名次，但是一切都很好，一切都好得不得了。就这样，一家人再次推着车子一路小跑，共同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他们还和来时一样，直接撞破了栏杆，也撞破了失败儿子对他们的束缚。在家中等待着他们的也不再是争吵和埋怨，而是充满着希望的未来。阳光小美女是一部由乔纳森·戴顿和维莱利·法瑞斯联合执导，阿比盖尔·布雷斯林、格雷戈·金尼尔、保罗·达诺等主演，上映于2006年的家庭喜剧电影。一个奇葩的家庭得知女儿通过了海选，那一刻没有什么比女儿的梦想更重要。一家人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帮女儿圆梦的旅程。虽然家中的每个成员都是失败者，但也都在为了奥利弗的成功努力着。虽然每一个人都在性格上充满了缺陷，却也给足了奥利弗深沉的爱。从争吵到理解，从怨恨到团结，在奥利弗的圆梦旅途中，这个家庭发生了太多。父亲因为投资失败破产，爷爷因为吸食过量去世，哥哥因为发现色盲而不能开飞机，失去了实现梦想的机会，舅舅因为控制不住内心情感，成为了别人眼中的怪胎。每个人都活在压力中，却又拼了命地向上爬。奥利弗的梦想何尝不是他们梦想的缩影？他们在帮助奥利弗实现梦想的同时，也救赎了自己。或许他们的目标未必正确，可至少他们为之努力过。或许他们的结果苦涩，可至少他们尝过希望的甜味。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如此的执着？又有几个人拥有执着的底气和勇气？人生的意义并非简单的理论可以衡量，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失败者和成功者。人的生活或许就像那辆破旧的黄色巴士，只要有人推着，就依旧能向着前方行驶。可怕的不是推不动的车，而是你没有去推车的勇气。重要的也不是结局的输赢，而是我们是否能为自己的理想去执着的追求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我是鲨鱼，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。